男人将100度的开水倒入洗手盆，然后再将橡皮泥放进水中，等到完全融化后，他将橡皮泥捏出弧度，最后再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模具中，然后再用尽全身的力气向下一压，一把假手枪便制作完成。随后男人敲响房门，将手枪递给接应的队友。劫匪嚣张地冲进机舱，所有人见状也傻了眼，另外2名同伴也冲了出来。3名劫匪很快便将乘客控制，他们劫持了1名空姐，逼问他飞机上空警的身份。为了避免乘客受到伤害，空警也只能主动投降。在劫匪的威胁下，男人也只好交出武器。而这时，1名乘客突然反抗，他大声呼喊其他人的帮助。然而，所有人见状也傻了眼，根本就没人敢伸出援手。胖子被劫匪一阵暴打，见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后，机舱里也陷入了一片死寂。随后，劫匪高举横幅，呼喊着恐怖组织的口号。而此时机长也发现了舱内的异常，他紧急将应答机调整到7500。很快空管就发现了飞机的状况，但此时1名乘客的偷拍却被发现。为了更好地控制住所有人，劫匪不但没收了他们的手机，甚至还将乘客都集中到经济舱。随后劫匪又再次挟持了空姐，要求机长打开舱门，但却遭到了拒绝。劫匪没了办法，他只能通过电话要求政府释放他们的领导人。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飞机上并不止他们一伙劫匪，男人鬼鬼祟祟的眼神似乎更像早认识空姐，而他们的这次目标则是藏在飞机上的12亿钻石。这批货物是婆罗多部长特意从中东定制的，为了能安全地送回国内，他们为这台钻石手机设定3重安全措施。首先就是一个值得委托的送货员，其次他们会将密码分成2段设计，部长和安保公司各自保管，只有成功输入密码后才能打开保险箱。最后就是手机卡上的全球定位系统，如果有人触碰到手机卡或是货物出现偏离，都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而最重要的则是投下巨额保单。然而他们千算万算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内部竟然出了轨。尼克偷偷约见了部长秘书，因为只要他能够弄到另一半密码，就算钻石丢了，部长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而2人却会因此飞黄腾达。显然这是件没人会亏本的买卖。由于手机上装有全球定位系统，最好的下手地点便是飞机，于是尼克决定同女友联手。虽然他们不知道送货员的具体信息，但公司为了安全起见，此人会在运送途中不吃不喝。可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成为他们寻找目标的手段。丽莎利用空姐的身份，挨个询问起每一个乘客，终于被他寻找到目标人物。随后丽莎又故技重施，利用收餐具的间隙，不小心弄脏了送货员的衣服。为了不引起注意，男人也只好前往洗手间清理。然而就当他们即将得手时，没想到半路竟杀出个程咬金。为了能拿到钻石，尼克只能假装哮喘，他谎称药物放在了包里，请求可以回到自己的位置。劫匪也单纯的只想救出老大，根本就不想闹出人命，便同意他回商务舱拿药。然而几人又怎会想到，尼克竟会是个江洋大盗。他找到送货员的手提袋，终于找到了装有手机的箱子。可就在他成功输入完密码后，却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发凉。不知在何时，劫匪竟出现到身后。尼克强装镇静地藏起保险箱，他谎称药物不在这里。可刚刚还在哮喘发作的他，此时却健康的像个正常人。尼克见伪装要被识破，赶忙又开始呼吸急促，但这又怎能再哄骗对方2次？劫匪一拳打在了他的鼻梁骨上，叫喊声也惊动到其他同伴。见尼克被打到满身是血，劫匪再也没了同情，他被强行带了回去。丽莎见状也慌了神，在他不断的哀求下，才同意了为尼克进行治疗。而另一边，为了机上数百名乘客的安全，政府也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同时还提供了一架直升飞机。为了能第一时间掌握到信息，部长更是派来秘书到现场了解情况。很快他们便打去了电话，开始和恐怖分子讨论人质交换细节。现在机舱里只剩下1名劫匪，丽莎也心领神会，她借机吸引了男人的注意，成功为尼克争取到了机会。他再次溜进了商务舱，终于拿到了镶满钻石的手机。随后他又从自己包中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假手机，在调换好手机卡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放了回去。然而就当他以为即将成功时，却没想到回头正撞见1名劫匪。尼克赶忙将背包丢下，可这回他又怎能再糊弄过对方？在男人的要求下，尼克也只好乖乖打开背包。眼看劫匪已经发现了钻石，尼克趁他回头喊人的瞬间，突然从背后偷袭。而此时飞机也刚好降落，剧烈的震动却让手枪走了火，声音也一下引起劫匪的警觉。可赶来却发现同伴已经没了呼吸，劫匪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暴打。争斗中，尼克顺势将手机藏起，等到另一名劫匪赶来，尼克也彻底被2人制服。他们将他拖进厕所，而此时空警也趁机挣脱开绳索。见尼克在被疯狂的殴打，男人捡起掉落的手枪，毫不犹豫地向劫匪射击。可当他成功将2人击毙后，没想到危机依然没有解除，反而遇到了更加棘手的难题。当得知情况后，机舱里也乱成一团。丽莎赶忙安慰起乘客，她慌张地打开舱门，安排乘客们紧急疏散。当所有人都安全撤离后，警察也开始拆除炸弹。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炸弹竟然会是假的。
而令人更加匪夷所思的却是，3名劫匪的尸体竟也不翼而飞。当警长得知情况后，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劫机，提前准备好的直升机和哨塔上的士兵都未发现异常，劫匪就像是突然人间蒸发。意识到问题的警长紧急封锁了出入口，并命令所有乘客不得离开。可就当他想要寻找空警时，却发现一个醉醺醺的男人睡得正香。在机长的确认下，才得知对方正是空警。आपने जिन हाईजैक का उसको मारा उनकी बॉडी कहाँ है? हाईजैक? आपका प्लेन हाईजैक हुआ था, टेररिस्ट थे, आपने उनको मारा, उनकी बॉडी कहाँ है? नो सर, मैंने किसी को नहीं मारा। क्या बकवास कर रहे हैं आप? I didn't kill anyone. मैं तो बेहोश था। अगर आपने नहीं मारा तो फिर किसने मारा? मुझे नहीं पता सर किसने मारा है। मैं तो अपने सेंस में ही नहीं था。当听到男人的描述后，警长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可当他们寻求乘客的线索时，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开的枪。警长见状，赶忙呼叫守卫，却得知有个长官才离开不久，而此人正是那个冒牌空警。为了能找到隐藏在乘客中的恐怖分子，警长决定一个个开始询问。而另一边，尼克带着钻石找到了秘书，可没想到通过专家的鉴定，钻石竟然都是假的。秘书难以置信地逼问尼克，他认为是对方想要私吞，秘书逼迫他将钻石交出来，否则就绝不会让他走出房间。然而此时的尼克更是一脸茫然，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明明是自己亲手调换的手机，可为何会全都变成了假的？秘书给他1个小时找到钻石，否则就会灭掉他的全家。但此时的尼克根本就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更别提要如何找到真钻石了。就当他感到不知所措时，丽莎又偷偷找了过来。当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女人也是难以置信，但想到他们以后的未来，丽莎还是一把抱住尼克。她不想因为钱的事情让两人分开，可现在没钱的生活又要如何开始？尼克气愤地掐住了她的脖子。ये क्या प्रोसेस शुरू करूं? मैं पूरी प्लानिंग फिर से शुरू कर दूं या मैं ये कि अपना मुंह फिर से तोड़वा लूं या मैं तुझे फिर से पटाने की कोशिश करूं? 尼克越说越是愤怒，也终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爱过丽莎，而接近女人的目的也完全都是为了盗取钻石。对于她的死活，尼克根本不想关心。说完，他便气冲冲地夺门而出，只留下丽莎捂住脑袋，伤心欲绝。然而谁都没想到，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才是这次事件的最终赢家。原来为了这次的抢劫，尼克特意提前踩点，最终选择了身为空姐的丽莎。随后他再制造出机会，成功让女人放下了戒心。尼克将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终于追求到了丽莎。很快两人就坠入了爱河，可没想到这回自己却完蛋了。当得知丽莎怀孕后，尼克也顿感不妙，但为了成功拿到钻石，他又开始哄骗起女人。可就当丽莎信以为真时，没想到这天突然来了2个陌生人，看到丈夫被人欺负，丽莎赶忙过去询问。尼克见时机成熟，便声称员工在数月前弄丢了一批钻石，而刚刚那2个人则是货主的人，要求他必须归还，否则就会以盗窃罪让他入狱。可没想到丽莎听后却异常气愤，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抢劫，最终死在了自己的面前。尼克见丽莎对他失望透了，又赶忙树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并表示很快就可以搞定此事。然而这天他刚陪丽莎做完产检，却没想到再次碰到债主找上门来，他想要带着丽莎逃走，可对方又怎会轻易让他离开？眼看丈夫被2人殴打，丽莎慌忙地冲了过去，却没想到被对方一脚踹飞。尼克见状也发了疯，竟将对方按在地上一阵暴打。当他再次醒来已是医院，而他肚子里的宝宝却已经没了。尼克赶忙跑进房间安慰丽莎，可就在这时电话又再次响起。面对对方的恐吓要挟，尼克再次表现出宁死不屈，却没想到丽莎果断答应了对方，她愿意利用身份帮助尼克。丽莎已经失去了孩子，她不想因此再失去丈夫。尼克让她先好好休息，随后便说找医生询问下情况。然而等他离开后，丽莎却收到了好友的信息，正是尼克同2名打手的对话录音。लड़की को नहीं मारना था साले। सॉरी सर, चलो निकले यहाँ से। लड़की को नहीं मारना था साले। सॉरी सॉरी सर, चलो निकले यहाँ से。丽莎根本就不敢想象录音里的内容。然而当她出来寻找尼克时，却正看到他驾驶汽车离开。丈夫明明说去询问医生，可为何现在又偷偷离开？但直到现在她都没有怀疑过对方。然而当尼克走进一家酒吧后，二话不说就是一拳。तुझे बोला था ना लड़की को नहीं मारना है। सर आपको तो थैंक यू बोलना चाहिए। लड़की भी मान गई और आपका बच्चा भी आउट हो गया。而里面所发生的一幕，则全被跟来的丽莎看到。这一刻，她也终于相信，深爱的丈夫其实并不爱自己，反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混蛋。而尼克生气的原因，也并非是2人伤害到了他的孩子，
而是他们打到了自己那英俊的脸上。得知真相的丽莎不敢相信，但信心满满的尼克却不知道自己招惹到了一个怎样的狠人。为了报复这个伤害他的渣男，丽莎找回了多年前的同伴，他们曾是赫赫有名的盗窃组织，却因丽莎的厌倦才最终解散。如今老大遇到了麻烦，他们也必将对尼克进行复仇。在起飞前，丽莎就偷偷在饮料里下了药，成功让真空警睡了过去。由于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同伴也只能利用橡皮泥做出把夹手枪。为了不让机上的乘客抱有希望，胖子又上演一出苦肉计，彻底磨灭掉了所有人的信念。随后他们又搜走了全部的手机，只留下同伴唯一的一部，而另一名同伴则假扮成空姐，不但拿走了他的手枪，还替换掉了里面的真子弹。他们将乘客都赶到了经济舱，目的则是为了打乱座位顺序。在成功将手机给掉了包后，几人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要打烂渣男的那张脸。随后他们再利用巧克力成功伪造出一个炸弹，最后再趁机制造出混乱。趁着所有人都惊恐地跑下飞机后，3名劫匪又换好衣服，大摇大摆地走下飞机，而假空警又利用自己的身份，成功带着钻石逃离了现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一个小机场降落，目的则是因为那里容不下所有的乘客，而此时的警方也早已焦头烂额，即使他们询问到真正的劫匪，却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乘客们不知道身边坐着的是谁，就连空姐也无法确定少了几个客人，而被打的胖子则成为了他们口中的英雄。尼克更是竭力想要澄清自己，他们每个人都有坐这趟航班的理由，唯独有个同伴的理由很是牵强，可他却因为提供了现场视频，也被警长成功排除。现在只有空警说是丽莎送来的饮料，而此时女人却偷偷躲进了洗手间，打出了一通神秘电话。当警长试图撬开丽莎的嘴巴时，却没想到手机响起，没想到竟是部长打来的。原来丽莎刚刚威胁部长要他停止调查，否则就曝光他收受贿赂的丑闻。为了表示诚意，他将尼克盗取钻石的证据给了对方。为了不引起市民恐慌，部长要求以恐怖分子被击毙为由结案，空警则理所应当成为国家英雄。面对上级的施压，警长也只好服从命令。伴随着所有乘客被送出机场，一场完美的犯罪也落下帷幕。而面对外面的媒体，部长自然早就想好了替罪羊。两人串通盗取钻石的计划早就被丽莎作为礼物送给了部长，而这时尼克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丽莎的阴谋，但此时后悔也已为时已晚，等待着他的也只能是劫机者的罪名。而丽莎此时早已换了个身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活。